汉平帝刘看，王莽篡汉前的最后傀儡。汉平帝刘看，公元前9年、公元6年，原名刘基子，是西汉第14位皇帝，在位5年。他是汉元帝刘氏之孙，中山孝王刘兴之子，母卫姬。作为西汉历史上最悲剧的皇帝之一，他9岁即位，14岁暴崩，在位期间完全是大司马王莽的傀儡。他的短暂一生见证了西汉王朝如何在王莽的步步进逼下走向灭亡。他是西汉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。他死后，王莽先立孺子婴为傀儡，随后直接篡汉建立新朝。早年岁月，中山国的小王爷刘看原名刘基子，生于中山国卢奴，今河北定州。他的父亲是中山孝王刘兴，母亲卫姬出身名门。卫姬是汉宣帝妃子卫婕妤的哥哥卫子豪之女。刘兴是汉元帝之子，汉成帝的一母弟，汉哀帝的叔父。因此，刘看与汉哀帝刘欣是堂兄弟关系。哀帝死后无子，皇位继承只能在宗室子弟中选择。年仅9岁的刘基子变成了幸运儿，或者更准确的说，成了王莽的傀儡。随和元年，公元前8年8月初9日，刘看的父亲中山孝王刘兴去世，年仅1岁的刘看失去了父亲。次年，公元前7年，年仅3岁的刘基子继承了中山王位，成为第2代中山王。史书记载，刘看幼年体弱多病，身体发青，可能患有现代医学所谓的青子型先天性心脏病。这一先天缺陷或许也影响了他在位期间的精力与寿命。登基为帝，9岁傀儡的无奈。元寿2年6月27日，公元前1年8月15日，年仅25岁的汉哀帝刘欣暴崩。哀帝死后，朝政陷入混乱。关键时刻，太皇太后王政君，王莽的姑母，果断出手。他下诏说：大司马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，其上燕寿罢。大司马董贤太年轻，不得人心，交还印绶，撤职。董贤当日自杀。随后，王政君任命王莽为大司马，领尚书事，重新执掌朝政。此时距离王莽被哀帝贬斥回封国仅数年，王莽的复出速度之快，令人啧舌。王莽执政后，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选择皇位继承人。汉哀帝无子，按宗法制度，应在宗室子弟中选择年长者即位。然而，王莽有自己的算盘，他要选一个年幼的皇帝，以便自己长期掌控朝政。最终，他将目光投向了年仅9岁的中山王刘基子。元寿2年7月，王莽派车骑将军王顺、大鸿胪左贤使持节迎立中山王刘基子入京。与此同时，他迅速清理哀帝旧臣，贬皇太后赵飞燕为孝成皇后，退居北宫；贬哀帝皇后傅氏退居贵宫，孔襄侯傅燕、少府董公等皆被免官爵，流放合浦。元寿2年9月初1日，公元前1年10月17日，9岁的刘基子即皇帝位，是为汉平帝，业高祖庙，大赦天下。次年改元元始，取重新开始之意。元始2年，公元2年，因春秋姬二名，儒家认为双名不合礼制，刘基子改名为刘看，看字义为快乐、安定。傀儡生涯，王莽步步为营的权力之路。汉平帝在位5年，朝政完全由王莽掌控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直言：孝平之事，政自莽出，百官聚集于朝廷东厅，听取王莽的指示。以下是王莽在这5年中逐步巩固权力的关键步骤。元始元年，公元1年，群臣上奏，称颂王莽功德比周公，应赐号安汉公。王莽假意推辞再三，最终接受。同时，太师孔光等人也获得加封，天下臣民爵1级。安汉公这个封号本身就极具讽刺意味，一个正在安心篡汉的人被称为安汉公，
王莽最担心的是平帝长大后依靠外戚魏氏家族夺回权力，他吸取了汉哀帝时期傅、丁两家外戚的教训，决定从根源上杜绝这一可能。王莽以平帝为成帝后为由，平帝名义上过继给汉成帝为子，规定平帝生母魏姬及魏氏外戚不得进入长安。他指派使者赐魏姬玺书，拜为中山孝王后，赐平帝舅舅魏宝、魏玄关内侯爵，但全部留在中山国，不得入京。魏姬思念儿子，日夜哭泣，但王莽只增加他的食邑，始终不让他与平帝相见。一个母亲与一个儿子咫尺天涯，同在一国却不得相见，这是王莽冷酷政治手腕的缩影。为了进一步巩固权力，王莽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平帝为皇后。元始3年，公元3年春，王莽奏请为皇帝纳聘。经过一番谦让和选拔，王莽之女最终被立为皇后，那征礼金高达黄金2万斤。王莽由此成为皇帝的岳父，地位更加稳固。元始3年，公元3年，发生了一起关键事件——吕宽之狱。王莽的长子王宇担心平帝长大后会怨恨王莽隔绝其母魏氏，日后会对王家不利。他试图通过迷信手段，以血洒王莽府地，让王莽改变主意。事发后，王莽大义灭亲，逼王宇引阵自杀。王莽借此机会大规模株连，将平帝生母魏氏家族一网打尽。魏姬虽在，但被废为家人，1年多后在抑郁中去世。至此，平帝的所有血缘亲属全部被清除，他彻底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皇帝。为了给篡位造势，王莽大肆制造祥瑞。元始元年正月，有地方献上白炙。元始5年，又有人说发现了丹石等天命福瑞。与此同时，王莽的头衔也在不断升级。元始4年，公元4年，他被加号载衡，位在诸侯王之上，地位仅次于皇帝。王莽并非只会玩弄权术，他也很善于通过文化建设来笼络人心。封圣贤之后，元始元年6月，封周公后人公孙相如为褒鲁侯，孔子后人孔均为褒成侯，修建明堂辟雍。元始4年，王莽上奏修建明堂、辟雍等礼制建筑，网罗天下学者在其中讲学，征召天下人才。元始5年，征召精通易经、古纪、天文、历算、中律、小学、史篇、方术、本草以及五经、论语、孝经、尔雅的学者数千人到京师祀平帝的政绩，名义下的实质。平帝在位期间，名义上有一些政绩，但实际上多为王莽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命令。即便如此，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。平帝即位之初，下诏要求官员不得追究赦令前所犯的过失，强调赦小过、举贤才的原则。这一诏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。元始2年，公元2年，各郡国发生大旱灾、蝗灾，青州最为严重。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救灾措施，安汉公王莽、四府、三公、卿大夫、吏民捐献房屋与土地，按照人口分配给平民，派遣使者负责灭蝗，百姓将捕杀的蝗虫送交官府，按量付钱。家资不满2万的百姓，以及受灾郡县家资不满10万的，免交租税。灾民中的病人安置在捐献的底舍中进行医治，死6人以上的葬钱5000，死4人以上的3000，死2人以上的2000。将安定的呼池院改为安民县，招募贫民迁居，由县官发给口粮、房屋、土地与用具。值得一提的，诏书中还有民籍役者舍空抵地、未治医药的记载，这是中国关于防治公共疫情采用隔离方法最早的规范记载之一。平帝时期增设了一些官职，设置西河官，俸禄2000石，主管阴阳时序；设置外史、律师，俸禄600石；设置少府海城、果城各1人；设置大司农郡城13人，每人负责1个州，
劝勉发展农桑。元始4年，公元4年，王莽为了制造四海统一的祥瑞，派使者诱使塞外羌人献地，设置西海郡，将天下犯禁之人迁徙到此居住。这一举动名义上是扩张疆域，实则是王莽制造政绩的手段。5. 暴崩之谜，毒杀还是病逝。元始5年12月16日，公元6年2月4日，年仅14岁的汉平帝刘看在未央宫突然去世。关于平帝的死因，史书记载存在严重分歧，成为一桩历史悬案。《汉书·平帝纪》的记载较为谨慎，只说平帝去世，并未明确死因，但在注释中引述了当时的官方文书：皇帝仁惠，无不顾哀，每疾一发，气折上逆，害于言语，故不及有遗诏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平帝每次心脏病发作，气息就会上逆，影响说话，因此没来得及留下遗诏。言下之意，平帝是死于先天性心脏病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则直接记载王莽毒杀平帝。根据《汉书·颜师古注》引用的汉注《帝春秋义状》，以母为大后，故怨不悦，莽自之一书，篡杀之谋由是生，因到腊日上交酒，至要酒中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平帝逐渐长大，因为母亲为太后的缘故，对王莽心怀怨恨，王莽自知会日益被疏远，篡位杀君的想法由此而生，于是在腊日进献交酒时，在酒中下毒。当时起兵反王莽的敌意，以及日后的更始政权，都在檄文中明确指控王莽镇杀孝平皇帝。王莽本人对此予以否认，甚至在公卿面前展示他为平帝向上天请命的金藤之册，哭泣流泪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多数史家倾向于认为平帝是被王莽毒杀的，理由如下：时机敏感，平帝去世时正值14岁，已经开始懂事。他对王莽隔绝其母的做法心怀不满是情理之中。王莽有动机，平帝一旦成年，必然会试图夺回权力，这对王莽的篡位计划是巨大威胁。感冒的解释过于巧合，若平帝真是因病去世，为何恰好发生在他开始对王莽不满的时候？《资治通鉴》采信毒杀说，司马光在考证史料后，明确记载了王莽毒杀平帝。无论真相如何，有一点是确定的，平帝之死，最大受益者是王莽。他随后立年仅2岁的刘婴为皇太子，史称孺子婴，自称摄皇帝，为最终篡汉铺平了道路。6. 身后之事，被废除的庙号。平帝死后，王莽给他上谥号孝平皇帝，庙号元宗，葬于康陵（今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大寨村）。然而，东汉建立后，光武帝刘秀认为平帝功绩不足以配享宗庙，将元宗庙号废除。一个被权臣毒杀的傀儡皇帝，确实也难以与高祖、文帝、武帝等先帝相提并论。康陵位于咸阳市渭城区周陵乡大寨村，封土呈覆斗形，底部边长约100米，高约10米，规模远小于其他西汉帝陵。这或许也反映了平帝地位的尴尬，一个没有实权、没有子嗣，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皇帝，死后也只能享受缩水的礼遇。7. 历史评价：西汉灭亡的前奏。汉平帝是一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个人印记的皇帝，他在位5年，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，所有政令都出自王莽之手。班固在《汉书·平帝纪》的赞语中评价：孝平之事，政自莽出，褒善显功，以自尊圣，观其文辞，方外百蛮，王思不服，修征嘉应，宋生并作，至乎变异见于上，民怨于下，莽亦不能闻也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平帝时期，朝政完全出自王莽，王莽褒扬善行，彰显功绩，以抬高自己的威望。从文辞上看，边疆各族无不归服，祥瑞频现，颂歌四起。但当天灾异象出现，百姓怨声载道时，王莽也无法掩饰了。历史学家对平帝的评价
通常不是关注他本人做了什么，而是关注他代表了什么。他是西汉最后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皇帝。他死后，王莽先立孺子婴，仅2岁，随后直接篡位，西汉名存实亡。他的悲剧是西汉外戚专权问题的终极体现。从霍光到王凤，从王殷到王莽，西汉外戚的权力一步步膨胀，最终吞噬了皇权本身。他的一生证明了汉宣帝乱我家者太子也的预言，汉元帝的柔弱，汉成帝的荒淫，汉哀帝的短命，一步步将西汉推向深渊，而平帝只是这个深渊的最后一个牺牲品。总结一个王朝的背影。汉平帝刘戡9岁即位，14岁暴崩，在位5年。他的一生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西汉末年的腐朽与黑暗。他是一个没有童年的孩子，3岁丧父，9岁被擢入皇宫，从此与母亲天各一方。他是一个没有权力的皇帝，所有政令出自王莽，他只是王莽手中的一枚棋子。他是一个没有尊严的傀儡，王莽嫁女为后是为了更好的控制他，王莽隔绝其母是为了防止外戚夺权。他很可能是一个没有善终的少年，14岁的年纪放在今天还是初中生，却可能被自己的岳父毒死。汉平帝死后仅2年，公元8年，王莽正式篡位，建立新朝，西汉灭亡。从汉高祖刘邦公元前202年称帝，到公元8年孺子婴被废，西汉王朝历时210年，传15帝，包括孺子婴。而汉平帝刘戡作为第14位皇帝，是这210年历史长河中最后一位真正坐在皇位上的人。他死后，大汉的旗帜虽然还在飘扬，但那已经是王莽的新朝了。直到10几年后，刘秀在洛阳重建汉朝，东汉、大汉的国祚才得以延续。但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正如后世史家所论，汉平帝是西汉灭亡的见证者，也是西汉灭亡的牺牲品。他的悲剧不是他个人的悲剧，而是一个王朝走向终结的缩影。完。